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今天呢，最有看点的是上证指数，在印花税减半政策落地之后 ，A 股市场高开了150多点，然后急速下跌，从早盘的急跌到晚盘的缓跌，最终呢出现了一个尾盘的缓慢反弹之后宣告收场。那么这里面证明了趋势的力量远远要大于消息面的力量。那么 A 股市场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日线级别已经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技术面的反弹，但在消息面的影响下呢，直接高开150点之后，又让它在今天回到了初始位置，也就是说，它从昨天收盘3062收盘到今天收盘3097。仅仅上涨了几十个点20-30个点而已。所以呢，我们看这轮行情对于 A 股来说，它技术面是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趋势上，消息面呢给出了一定的超级利好这个印花税很少减半好像是10多年从来没有这个减半的消息，超级利好之下强拉它上涨，但是因为它在技术面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强拉无效揠苗助长是拔苗助长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分时上我们就看到了急跌开始，然后一路缓跌之后，尾盘是有一个反弹那在 A 股市场，我认为仍然是一个周期上的熊市。这个熊市呢，我认为在9月15号之前可能会有一个底部因为9月15日是一个 A 股合约期货的一个结算日结算日的前后呢，可能会有一个最终的底部。我认为3000点的争夺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在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走的大阴线之后这个英镑的影响下，可能让 A 股市场重新跌到3000点前后才有可能在9月15日前后出现一个低点，但低点不会很低。后面行情，特别是10到12月份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仍然会有一个逐渐爬升，直到来年2-3月份可能会有一个相对一个好的结果。A 股市场呢，大概率会出现一个周期性的震荡。那么我们之前就提到了，整个金融市场是一条绳上的几根蚂蚱所以呢 ，A 股市场的下跌呢，必然会带动比特币出现逐渐缓慢的下跌。那么今天实际上比特币出现了一个负0.55%的下跌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这个下跌程度不是很大，但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是略跌了一点点，特别是在以太坊上，我们看到今天出现了一个插针式的下行那比特币呢还算略显坚挺比特币呢略显坚挺，但是这轮行情我们之前就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痛点，就是在250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三岔口为什么说三岔口呢？这里面有前面行情当中4月份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在25000美金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呢也是23年2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22年9月份到22年10月份波谷连线也在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支撑。同时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非常神奇的是，在25000美金这个位置出现快速上涨一波上涨的拉升之后这个上涨幅度大概是在28%左右，一波拉升之后回踩了25000美金附近的这个位置，构成了一个回补结构，也就是说急速上涨的行情同当前行情前面的下跌构成了一个回补。那么25000美金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点位，如果25000能够支撑得住的话，后面行情当中容易回补至28000，然后反复对25000和28000这样的区间构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呢，有更多的上涨机会。那么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对于比特币来说是一个震荡行情。其实呢，95%以上的时间，比特币都处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行情当中，只有5%的行情当中会有一个更大的波动。所以呢，震荡呢是对我们耐心，特别是对多空双方耐心的一个考验对多空双方耐心的一个考验。只要能够挺过25000，我们认为会有一个逐渐上涨的一个牛市行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周线级别上也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出现了对称性的涨跌。那么6月19日的这根悟空阳线和当前出现的这个巨大的阴线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如果没有这个悟空阴线的话，上方对于悟空阳线来说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是当前行情当中周线级别出现了前一周的
悟空阴线之后，那么悟空阳线就被剿灭了，所以呢，多空两个方向要重新判断。我们目前判断$25,000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如果一旦跌破，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 K 线的话那么行情将要继续下行。如果$25,000在这轮行情经过反复的争夺震荡之后能够反弹到28000，那么行情将会有继续在25000和28000震荡的机会，从而重新修复前方特别是6月20日到6月底的这轮行情当中，这轮上涨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缺口，反复回补之后将会有更多的上涨机会。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特别看空的就是 BNB 今天表现也非常一般。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220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220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支撑位。最近3周支撑位被跌破了之后，下方空间可能会被打开。同时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上涨的过程，这里的上涨呢是从$50涨到$220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位置从来在2年时间内没有进行完整的回补，所以呢，这轮极端行情当中，BNB 有可能对$220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做回补动作。那么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呢是在$100附近。为什么这么给呢？原因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支撑线，这条支撑线呢是从 BNB 在18年和20年行情当中形成的这两个点波谷两个点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位于$100的一个支撑位，因此呢可能会对当前行情当中下跌过程的 BNB 有一定支撑。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连续出现了一个震荡，但是这里的震荡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只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结构。这里的结构呢，支撑位仅仅在$215附近，这个位置非常容易跌破。我们看到以太坊今天出现了一个插针式的下行，如果以太坊快速下跌，势必会带动 BNB 跌破$215，势必会让 BNB 走出一个继续下跌的一个结构。所以呢，最近4小时级别 BNB 的震荡只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横盘整理的结构，整理完成之后，我认为它这个位置会形成一个台阶段走完之后，还要下台阶，接着往下走，最终呢回补$50到$220这样的一个区间，完成它的回补动作。但是$100附近的 BNB 将会极具投资价值。我们认为下一轮牛市行情当中 ，BNB 的价格一定会到$2000以上。原因是每轮行情当中，我们都见证了比特币从低点到高点的20倍的涨幅。那么 BNB 以太坊往往是这个比特币涨幅的一个加成，比特币涨幅的一个加倍。那么因此呢，我们判断 BNB 未来一定会突破$2000，这个$2000非常有可能在25年出现。那么强势币种呢，我们今天继续关注 LPT。还有 AKRO 这两个币种呢是最近一直出现在我们强势池当中的币种。我们可以看最近行情当中进入到我们强势池的币种非常稀少往往一天当中出现的都不足5个，有的时候这些强势币种会归零。那么今天我们看强势币种仅有2个特别是4小时级别的只有1个 ELF， 所以呢，最近的强势币种非常容易判断出来。我看最近好一点的币种 AKRO 算一个日线级别出现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筹，通过合规 K 线呢可以看到这轮上涨已经接近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筹。那周线级别上涨吸筹完成之后，它要经历起码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才是一个入场的机会。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目前乖离于169均线、114均线K 线偏离169均线、114均线很远，所以呢，耐心等待它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吸筹之后，才是强势币可以进场第一个仓位的一个时间点。那么第二个仓位呢，你可以耐心等待它的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上移之后K 线和日线级别的这2个均线相交之后，才是更好的一个第二个仓位进场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